关于民俗的形成，展教授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的一段极富洞察力的论述。博厄斯指出，每一种习俗都是历史原因造成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引起很多不同的观念联想。一旦我们意识到一种习惯与某些观念的联想关系，我们就倾向于用现有的观念联想来解释这一习惯，而这些观念联想很可能不同于习惯形成之初所引发的联想。更关键的是，博厄斯对习俗形成机制的判断。他说，一个民族越原始，受支配日常生活行为的习惯的约束就越严格。原始人对背离已有固定习惯的抵制是出于感情反应，而不是理智的推理。许多习俗的形成并非有意识地造成的，我们不应该从大脑的理性过程中寻找原始人习俗的起源。詹教授由此提炼出一个重要观点：习俗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人类的情感因素相联系，是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下形成的。这种无意识性质即使对于现代社会也同样适用。在现代生活中，许多传统的带有巫术因素的文化，比如许多传统节日，即使我们已经认识到其中包含着非科学因素，并且并不相信巫术的实际效率，也不见得会刻意加以反对，除非它已经严重危害社会。相反，任何对传统的背离往往会受到普遍的抵制。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是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起初这一行为是为了辟邪驱恶，后来逐渐演变为喜庆的表达。尽管燃放烟花爆竹已经造成了数不清的灾难和悲剧，而且有人提议以录音替代爆竹燃放，但响应甚微。这正是巫术文化之顽强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它并非建立在理性论证之上，因而也无法仅凭理性论证来消除。它扎根于情感，它扎根于集体记忆，它扎根于被重复了无数次的年节节奏。人们过年放鞭炮，不是因为相信有鬼要驱，而是因为不放鞭炮的年情感上就不像过年。如果说民俗是无意识的继承，那么理智就是有意识的改造。巫术文化的制度化主要表现在由巫术演变为贵族礼仪的过程。以迎四气之礼为例，《礼记乐令》对迎气礼有极其死板的规定。以孟春之月为例，立春前3天，太史向天子禀报某日立春，圣德在穆，天子开始斋戒。立春当日，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郊迎接春气，返回后在朝廷赏赐公卿、诸侯、大夫，命令国相宣布德教和政令，施行庆赏和恩惠，下及万民。又命令太史遵守法典礼法，执掌观察天象日月星辰的运行，不能有差错和失误，不要失去常道法理。其他季节的迎气礼也有类似的规范制度。原始时代的迎气礼或许也有相应措施，但不太可能是如此严格的规范。原始巫术是自发随意不拘形式的，当它被纳入国家礼制之后，就变得固定严格程序化，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它的出发点和目的都已改变，与其说是为了影响自然，不如说是为了彰显秩序。它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政治化呈现。四季运行有常道，国家的政令也必须有常法。迎气礼是对自然规律的模仿，更是对政治秩序的确认。总结本节的核心脉络，巫术文化的发展演变大致有3条路径。第一，宗教化，巫术与神灵信仰相结合，从直接控制自然转变为向神灵祈祷。原始的自发巫术与后来的人为宗教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融合。第二，民俗化，巫术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民众的习俗。这些习俗的形成往往出于无意识，其生命力扎根于情感和传统，而非理性论证，这也使得它们难以被理性论证所消除。第三，制度化，巫术被上层社会改造为理智，具有了严格的规范和程序。原始的巫术意义在制度的框架中逐渐被宗法精神和政治象征所覆盖。这3条路径并非彼此孤立，一种巫术文化可能同时经历了宗教化、民俗化和制度化。我们今天所见的许多礼俗，正是在这3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经历千年而塑造成型的。这也意味着，当我们试图理解一种巫术文化时，不能简单地问这个行为有没有效，或者这个观念正不正确，因为它的生命力从来就不全在效验或真理之中，它在信仰里，在习俗里，在制度里，在每一年除夕的扫除和爆竹声里。下一期我们将进入第4章最核心的议题，巫术思想的理论化。我们将探讨
阴阳五行学说与巫术思维的深层关联，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如何在原始思维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精密的象数宇宙观。下期见。